怎么？你要偷东西啊？我想帮你把照片拿掉，让你好好睡觉。反应怎么那么大？我把它当抱枕，这样才舒服。你以前跟你的老公一定很恩爱，为了抢救照片，不顾一切的冲回家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嘟嘟妈呢？哎，宝贝，嘟嘟妈，嘟嘟妈，没事吧？来来，小心小心，好了，小心一步一步啊。来，老的，你死了也不会保佑我们啊！差一点就丢了宝贝了。什么宝贝呀？没有啦，我说差一点啊，看不见我两个宝贝孙子啊，阿明跟阿辉，哎，他们在哪里啊？他们在清理屋子啊，厨房的墙都被熏黑了。我真糊涂，煮个汤怎么会忘了关火呢？平安就好，今晚你就安心在这里睡觉。嗯，谢谢你啊。都是邻居，客气什么？来，睡觉吧。来。我看差不太好了，我去叫嘟嘟妈过来吧。明天吧，油气太重了。你还会关心嘟嘟吗？我只是没有跟你们一起吃团圆饭，需要这么讲话吗？家里着火了，你有马上赶回来吗？我说过几次了，我在海上怎么回来？难道我不急吗？用讲谁不会？嘟嘟妈一定是因为你不在，分心才忘记关火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吵啦。哎，是因为嘟嘟妈没事，不然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心安。光辉，他只是在说气话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们了。别这么说。大师兄，已经很晚了，不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你回去吧，其他的事我自己搞定就行了。我帮你整理完再回去。哎，你怎么弄到手啊？这边也是。灯泡要换了。哦，你家有灯泡吗？在那橱里面。哎，小新，你去丢垃圾，我来换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大师兄。找到吗？你手上拿什么？不好意思啊。你和小溪好像很要好。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，别想那么多。真的只是好朋友。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没事。没事。哦。刚才我跟你提的是，希望你能再考虑。大师兄，我真的没有时间想感情的事了。我也一直把你当哥哥，对不起啊。是不是因为你有喜欢的人？
是不是光明？不是啦，真的是他。钱可以再赚，我们从头再来。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平安就好。妈，不用担心，没事，我真的没事啊。哥，阿明啊，妈，就让哥静一静吧，啊。喂，你还没吃东西吧？走，我给你找点东西吃。哦，不想吃啊？好啊，那我也不吃，我们就一起饿死吧。你不要管我，走啊！走啊！醒了没？啊！你干什么？不就是欠钱吗？又不是世界末日。你是刘光明，你还年轻，还有重来的机会，干嘛浪费时间在这里 emo？ 我本来以为可以让阿嬷跟光辉住进公寓，以为可以迈向有钱人的生活，怎么知道我会破产啊？现在变得一无所有，欠了这么多钱，以后别人会用什么眼光看我？啊！刘光明完蛋了，还有什么机会重来？放手，放手！会过去的。有能力的人会在逆境中成长，没本事的人才会自缢自怜。你可以的。走在钢丝上，一步步
我相信你一定会在逆境中成长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它有多珍贵。眼前的一幕幕浮浮沉沉，如果你因为挫折就放弃，刘光明，我会看不起你。我也不想承认，不愿让所有的付出都给白白牺牲。偶像期待着愈合，通往幸福的门，不为谁一等再等。看不清的前方，也要继续走完。人世间在追赶，是否他也像我过得太轻狂？当青春辜负了执着和退让，难道非要两败俱伤？看不见的答案，也害怕回头望。人世间在感叹，是否他也像我过于的平凡？人生难免曲折，悲欢各一半，怎能勉为其难，不让余生成全遗憾？小希，我有你啊！我有你啊！放手！小希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做噩梦啊？起来吧。你怎么又喝那么多啊？我去帮你拿热毛巾。爸，走开！哎，不要动我！你 OK 吗？走，跟我走。不要碰我！放开我！走，干什么？哎，干嘛乱打人啊？为什么欺负女孩子？你干什么？爸，小希，不要捉你！不要捉你！哎，不要捉！她是我妹妹啊！爸，你女儿！你们干嘛打人啊？哎，走开呀！爸，起来，爸，打人！慢慢来。哎，他不清楚就乱打人了。哎，小希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走啊，回家。一次都喝这么烂醉。走，回家。那
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要把你抓走？都是我不好，不能够好好保护你。如果没有打输拳的话，那么秦少就不可能欺负你。爸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在说去年泰国打地下拳的事？如果我没有千金的话，你就不会被他们糟蹋了。你以为我出卖自己替你还债？不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你。我不配当你爸爸。爸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啊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你是不是我那句话这么说？他们明明把你抓走了。爸，都是我不好。你叫我不要去，我还偏偏要去。是我不好，是对不起。哎，差一点连个家都没有了。大年初一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哎呀，嘟嘟妈，火就代表你的皇帝塔会越来越火，以后生意会越来越旺啊。昨晚应该没什么睡吧？去休息吧。大年初一不能睡啊，不然一整年会躺在床上的。那等一下我去买点东西回来煮，你还是要照顾他。怎么想弥补昨晚没吃的团圆饭？除夕夜都过了，现在吃有什么用？我是不是说什么你都要顶啊？啊，你突然叫可怜虫把船开回来，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家吃团圆饭的心情啊？他有没有怀疑你啊？不会啦，我骗他们说早上吃错东西需要赶回来看医生。既然要追人家，干嘛要骗他？我跟嘟嘟妈有这么见不得人吗？你都知道你哥的难处，你还讲这种话？我有说错吗？他为了追有钱人，用一个谎言盖住另一个谎言。他不认我这个弟弟没关系。那你呢？将来你跟那个女人结婚之后，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家？连嘟嘟妈也不认。怎么了？变哑巴了？你不说话，没人说你是哑巴。他跟那个女人根本就是不同世界的人，明明就有一个比较适合的。我想要跟谁在一起是我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好了，别吵了，我头痛死了。大年初一吵架不吉利，我进去休息一下。原本以为我爸会变这样，是因为我妈的死，没想到他的心结竟然是我。你跟你爸从泰国回来，我就感觉有问题了，他还受伤哎。他是为了还债才去泰国打地下拳的，没有想到那里的对手太强了，我爸差点就没了命。他打输了，为什么那些人会放他回来啊？反正都过去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开我爸的心结。既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就对症下药了。安哥，下班了，
可以聊几句吗？是关于小溪的事。文哥，吃点东西吧，空肚子喝酒很容易醉的。你要和我说小溪什么事啊？你也知道我跟小溪从小就认识了，算是好朋友。他会经常跟我说他的心事的。其实他很担心你，他希望你可以赶快振作起来，找回你的梦想。我这种人能有什么梦想？那你知道小溪的梦想是什么吗？小溪有什么梦想？他跟我说过啊。他说安迪希望他可以念完大学，当上律师。他 A level 的水准考得这么差，当什么律师啊？他成绩很好啊。他的成绩单啊，烂到连给我看都不敢啊。我看过他成绩单啊，他全部拿 A， 而且他可以申请奖学金出国读书的。安迪过世后，你们家里出了很多事，全管顶给别人，小小又不会想，整天翘课。你们家都没有钱啊！如果他不放弃学业，可以赚钱养家。小溪交代我不要说这些，因为他不要你们担心。但他为你们真的付出了很多。他不止放弃了学业跟梦想，他每天辛辛苦苦打几份工。身为他的朋友，我看到他每天这么辛苦，都心疼了。有时候我还想，难道他生命永远都这样吗？我也知道，他省吃俭用，拼命存钱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你。他最大的梦想就是顶回拳馆，看到你振作，重新站到擂台上打拳。如果真的这样，或许他就可以安心的去追求他梦想了。还有另外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你戒酒。他省吃俭用，拼命存钱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你。他希望把拳馆顶回来，看到你站在擂台上，重新再打拳。他的成绩很好，我看过他成绩单，他全部拿 A 啊，他是可以申请奖学金出国读书的。师傅，怎么突然又来这里啊？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。我想回来教拳。你真的愿意回来教拳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可是我太久没教拳了，我怕会生疏。你是 MT King， 也得看你一个打3个，还是宝刀未老。只要你肯重出江湖，一定有很多学生想跟你学拳的。其实，我爸想把拳馆顶出去，
你爸不要做了。我爸妈要移民，那你呢？我还在考虑。是不是因为小溪啊？其实，我也是因为小溪，才想到重新出来教拳的。原来小溪 A level 的成绩很好，当初他是为了赚钱养家，才放弃学业的。那你更应该把拳馆顶下来啊！我哪来那么多钱啊？这间拳馆本来就是你成立的，如果你把它顶下来，继续教拳，小溪就不用担心你，可以放心的去读大学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这么大来这里，热死人了。这里啊是我的 secret garden， 我有空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帮华叔打理一下的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种的。华叔，哦，你来了，我带朋友来参观啊。girlfriend 啊？不是啦，你慢慢看，我先回家了。哦，记得帮我锁门哦。没问题。来，拜拜。来。哇，茄子啊！这蜜瓜也是你种的？当然啦。哇，酷死了！我相信还是可以把它救活的。真的吗？嗯。新加坡的气候很难种草莓的嘞，难怪被人家抛弃。它只是没被好好照顾罢了。其实植物的生命力很强的，只要用对的方法，还有付出爱心，我相信新的草莓一定会长出来的。真的假的啊？当然了，到时我就请你吃草莓吧。好啊，我就跟你打赌，如果你失败的话，你就要当我的助理，随传随到，做牛做马。OK， 但是如果赢的话，你就要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到时候想到再告诉你吧。啊？喂，你有没有看我的 channel？ 当然有啊，你最新的 video 还挤进了热门排行榜呢。没想到我拆穿 Stella 的随地的丑事会大受粉丝欢迎哎，粉丝还说啊 Stella 是抢好朋友男朋友的贱女人，so爽。是啊，还有很多网民说你拆穿那些虚假的人的面具，很有正义感哦。喂，你看我的 channel 多了5000个 subscribers 哎。那你就好啦，到时候红了就不要忘记我。我怎么可能忘记你？接下来你可能要黏住我一辈子啊！刚才打赌啦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就要当我的助理，你就得像跟屁虫一样一直黏着我，听我使唤。知道了，刚才不说清楚。你肯定输的。还好医生说你的肺没什么事。我买了燕窝给你，滋润补肺的。哎呦，那怎么好意思啊？哎，你是不是盆菜卖得很好啊？嘟嘟妈，你看那些旅客在吃什么？哦，那个品牌的蛋卷很有名的。哎呦，对对对，以前这个牌子啊，只有新年的时候才会卖，后来改变包装和促销手法，变成新加坡独特的土产食品，也是旅客必买的伴手礼哦。哇，一个蛋卷都可以卖得这样，那我的皇帝塔，那不是会卖得更好？那是肯定的，试试看吧，商机来了不要错过。哎呀，丹丹啊，过年的订单啊，已经忙得我受不了了。每天啊，让我这样忙的话，我不是要断手断脚？我有那个命做，没有那个命花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要发达就要想办法。你以为那些鸡蛋卷都是一个人做的吗？当然是请帮手。到时候你的工作就只是负责数钞票而已。
帮手？那不是我的秘方就泄露出去了？哎，不行不行！很多做食品业的都有他们的独特秘方，但是秘方呢只给公司的1、2个负责人知道，员工只负责生产，根本不知道秘方。只要我们合作，我保证你的秘方一定不会外传，而且用机器做，你赚钱也赚得很轻松。我的黄梨塔一定要人工做的才好吃啊，不能机器做。现在的技术很先进，很多传统糕点都做得即可乱真。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配合你的要求，保证跟你原本做的一模一样。我还是要问一下孙子啦。我爹地最近在巴厘岛想开发一个度假村，想交给我来负责。既然你有经验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参加这个项目？这么好的机会，当然想啊。要去多久啊？暂时是2、3年，但是如果项目拖延，可能会待上4、5年吧。你不想去吗？当然想啊，只是没想到这么久。干嘛？觉得跟我一起太久会看腻吗？当然不是啊，跟你活一辈子，我多怨你啊。来，你看，你老爸他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没有用打拳的样子，也挺 man 的。他怎么会？谁知道？不过刚刚 Ray 来的时候，我听没有用跟他说他要顶下拳馆。真的？嗯。你对我爸说了些什么？是不是很感激我啊？到底说了些什么？这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秘密。我说他劝他念他那么久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你说那么一点话就有用？我只是对症下药，针对你跟他之间的问题呢下了点药嘛。什么药啊？有用就行了。既然安哥呢已经想通了，情况就会越来越好。你也赶快准备一下吧，去报读大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妹妹要烦啊，不如你也帮我劝一劝她。真的是得寸进尺啊！帮人就要帮到底嘛。我有自己的事要烦的。什么事啊？我想跟可云求婚了。哦，那么快啊？他叫我跟他一起去巴厘岛工作，会待几年。我想趁这个机会跟他定下来。但是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嘟嘟妈跟光辉了。而且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开口。我说呢，光辉呢肯定会说我为了追求荣华富贵，抛弃嘟嘟妈。喂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可云说你破产，还有住在这里的事啊？喂，不是吧？你都要求婚了还不亮出底牌？难道你要跟嘟嘟妈还有光辉断绝关系啊？我像这种人吗？那可云呢？如果他发现你说谎，他会原谅你吗？可琳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人，而且我很快就要脱离穷基了。等我的事业上了轨道，我就会向她坦白。我相信她会谅解我的。好，那我就祝福你，祝你一切都照你所说的顺顺利利啊！
我对凯云是真心的，我也相信他很爱我，不然也不会叫我跟他一起去巴厘岛工作啊。我相信他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不原谅我。怎么那么多化妆品啊？你看你喜欢什么就拿去用吧。最近我的 video 的点击率越来越高，所以赚了一点钱。这个品牌想要 sponsor 我，都是他们送的。虽然自己做直播是有点辛苦，不过我一定会成功打败 Sweetie Stella 的。妹妹，我知道你不想听，可是我还是要说，你还年轻，应该多读一点书，至少拿一张文凭，再去做你想做的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现在就在做我喜欢做的事啊。网红这行收入又不稳定。姐姐，你不要再念了好不好？你整天叫我读书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，1 level 不及格，还不是要到处去做part time赚那么一点钱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跟你姐姐说话？你管我？小溪的 A level 考得非常好，全部都是 A。又喝酒乱说话。我没有喝醉酒。小溪当年为了我们，他骗我们说他的成绩不好，就是为了要出去做工。他这么为我们，你还这样说他？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自己看，你姐为了我们牺牲了这么多。这不算牺牲。当时家里的情况，就算我上了大学，我也不能专心读书。你听到吗？你听到你姐姐说什么吗？你看看你自己，你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？整天只会发那个网红梦。你就只会说我，那你呢？整天喝酒又不去做工，最没有资格讲我的人是你，好不好？那至少我已经醒了，你可以快点醒吗？我也在为这个家付出啊。讲到我好像无所事事一样，他们以为当网红很容易啊。我也有努力的好不好？我当网红也不只是为了我自己，以后赚了钱，我也可以为这个家做点什么啊。不说了，越讲越烦。反正我跟他们就是不一样的 channel。好啦好啦，你就不要不开心了啊！你们千万不要相信索拉说的话，他是个 leech and a liar。他的背景很复杂，不止住在租赁主屋，没有妈妈。他们太过分了！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什么事情啊？他的衣服都是跟我们借，给我看。有时借了还不，他还欠我那们。你还是不要看了啦。如果没有我们，还给我！他不但没有感情，还踩过我们家里的情，真是个双面人。喂，你的粉丝人数在掉啊！这些网民也真是的，这么没主见，人家说什么就相信什么。太过分了！说是要取消对我的赞助。啊？好啦，你不要哭了好不好？喂，明明是他们先排挤我的，亏我以前还把他们当成好姐妹，现在在我背后捅我一刀。
不如这样吧，你就向你的粉丝坦白认错，也许他们还会同情你啊。网络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啊，真真假假，谁能够赢得粉丝的心，谁就是赢家，对不对？嗯。 Uncle、Auntie、Roy、Samantha， 谢谢你们抽空来这里。我相信等一下可琳看到你们，一定会很惊喜的。可琳啊，可是我们的宝贝，当然要来见证这一刻。祝你好运。谢谢。可琳来了。 Surprise！ 来，跟你说了，今天会给你 surprise 的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你上错车，但我相信那是缘分的开始。 认识你之后，才发现原来你是世界上最善良、最漂亮、最有魅力的女人。我很幸运可以认识你，因为你让我的世界更加的光明。我答应你，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 Will you marry me? 阿梅呀，你没事吧？ 是不会跟你这个骗子结婚的。看不清的前方，也要继续走啊。人世间在追赶，是否他也像我过得太轻狂？ 当青春辜负了执着和退让，难道非要两败俱伤？看不见的答案，也害怕回头望。人世间在感叹，是否他也像我过于的平凡？人生难免曲折悲